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频道。今天是2025年6月5号，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开始了。今天计划直播1个小时，跟往常不太一样。那么，现在是6月初，但是现在提前做一个预告吧，因为马上要进入夏季了，很多都开始休假了，所以说7月份我这个直播就开始停了，因为要去休假。然后这个具体什么时候恢复的话，另行通知。那么的话，只有这个给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会继续，其他的可能都会，看情况。还有就是明天的美股直播也是提前到9点半，明天提前到9点半。好的，简单说一下这些，提前预告一下。秦朋友已经进入直播间了，他问了一个问题，这个最近比较火的，我看 APLD 是吧？那么在回答他的问题之前，我们简单说一下大盘，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比较多。现在这个大盘，这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今天是受到什么刺激呢？现在最高点是5997，今天是又是川普又立功了。我们一直说我们关注的是市场合力的表达，对吧？但是当某一个分力的力量远大于其他分力的时候，那么这个分力对这个合力的这个取向或者方向就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之前我们一直说是美联储它的升息降息就是一个对市场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调节。不是之前有一句话说吗？说是什么玩意儿？不要跟美联储作对，对吧？美联储可能降息的时候，你去这个做空的话，可能就容易亏钱。所以之前是美联储是一个最大的分力，现在变了。现在虽然说美联储的力量也很大，但是呢，又出现了一个比美联储力量还大的，那就是川普了。川普现在每一个推文都会造成市场非常大的波动，大家已经体会到了4月份这个行情，然后现在又是一个几乎一个微转的一个大行情回来了。那么今天是什么推文呢？就是那个特朗普在他的这个 Truth Social 上发的推文，说他跟那个中国跟那个习主席这个通话进行了大约1个半小时吧。主要谈的还是这个稀土问题，可能这个稀土的出口对美国的一些工业影响比较大，所以说这次主要谈的这个。然后还说这个习主席邀请他和这个 First Lady 去访问中国，他也是表达了感谢。然后呢还说了继续谈，但是并没有谈其他的事儿，没有谈俄罗斯啊、乌克兰啊、伊朗啊这些东西，只是谈了这个可能关心的就是稀土问题。虽然说是谈了1个半小时，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中美最高层开始通话了，起码是一个好的迹象。对市场来说，可能一个不确定因素，稍微的清楚了一点。所以说今天是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你去看那些中概表现可能更明显。但是我们来说一下它的图形，简单说一下这个基本面为什么造成今天这个上涨。那么图形上的话，我们一直说4835上涨之后是3段，1、2、3，对吧？如果说因为4月9号这根 K 线破坏的这个结构，如果说把这个当成噪音的话，它就是5浪，1、2、3、4、5，对吧？那么在波浪理论里面，它并没有规定这个第5浪的这个大小，只是说了第3浪不能是这些浪形里面的就是震荡空间最小的，还有就是说4浪的回撤不能够碰到这个前面这个2浪的起跌点的这个高点，这个是不能碰到的。这只有这2个规定，所以它没有规定这个5它的幅度多大或者多小。像那个 Palantir 的这个周线上，它这个走了一个5浪，是这样，这是 Palantir 那个起涨点，这是一个1、2、3、4、5，就是走得很强。然后它这个日线上那个5浪就特别强。你看 Palantir 这个日线上的这个5浪。从这个21.74
1、2、3、4、5，这全是5，然后6、7，它一直走了个7浪衰竭，这是它的这个第5浪。如果说你用浪形的话，因为我们是结合浪形和那个缠论两个一块来。如果说单用浪形的话，很多人是搞不清楚哪一个算一浪，很多人就是切人千浪，对吧？这是你只是用一个系统的一个这个坏处。但是呢，在现在这个状态，它这个第5浪走的并没有表达非常强，那个 MACD 表达的也不够强，就这里是容易背驰的。容易背驰之后，就看它回来。第5浪结束之后，看它回来，这里是不是要做中枢之后再往上起？所以说现在就是因为在处在不够强势表达的第5浪的时候，要相对的谨慎一点。这个仓位的话，相对要控制一下。这是在日线上的一个表达。我们再看一下1小时上。那么1小时上从这个起涨点5767的话，它现在也在走5浪，也在走小5浪，1、2、3、4，也是在走小5浪，两个级别同构了。那么今天这个低开低走，就低开这么一点，刚好构成了这个4浪的回撤，刚好构成了1小时的这个小4浪回撤，所以现在也在走1小时上的小5浪。所以说这个两个周期同构了，结构同构，这个是缠论里面非常类似一个共振吧，就1小时这个周期跟日线这个周期出现了共振，很多图形上都有这种，不单单是指数上，只不过就是有的时候指数它表达的更明显一点，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合力的，因为标普指数这是多少的合力的一个表达呀，对吧？它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好的，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标普。那么如果说它继续生长的话，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在周线上它还是在没有脱离这个大中枢，这是大 B 中枢没有脱离，在这个周线上模型上它还是可以再次突破前面的历史高点6147的。那么不突破的话，就是先围绕这个这一阵，如果说往下砸的急的话，那就是走反向，对吧？所以说现在其实就是大周期的一个中枢震荡。好的，我们就是简单说一下这个标普，然后来看大家的提问。先看这个秦朋友问的 APLD， 好像大家对这个活跃的股票都比较问的都是非常活跃的，而且它是最近几天才开始活跃的，这是从6月2号周一开始涨了48%，昨天涨了29%，那么今天是涨了7.2%。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进的，也不知道你这个就是进场的价格，所以说我只能简单的这个说一下。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你问的这个，那么大家不知道对这个公司的基本面有多少了解啊？那么我们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结合一下基本面和这个图形，我们也可以简单说几句吧。那么这个秦朋友已经说了，他说这个AI 数据相关的公司是不是可能走周线级别的中枢离开，对吧？他问的问题是不是可能走周线级别的这个中枢离开？我们看一下周线，这公司是干啥的呢？它是一个在北美的设计开发运营数字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一家这么个公司。它的主营业务呢，就是有一些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行业的云服务和数据中心的托管。但是呢，最初的时候啊，这家公司侧重的是为这些加密货币挖矿的客户提供一些基础设施的服务。现在正在向这个 AI 啊，还有向这个高性能计算领域转型，现在是你知道吧？然后呢，这公司它在北美的话，拥有和建设数据中心的能力，特别是获取低成本的能源，他们是能够获取低成本的能源。那么他们跟英伟达了，跟这个 Super Micro Computer， 就是那个 SMCI，这些都有合作。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上，那么其实我们在不知道它之前应该是通过收购公司上市的，叫那个 SPAC 上市的，还是说是大概率是那种就是像空白支票收购一家公司之后，然后那个上市的可能是。那么它从这个最低点，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这样的话月线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中枢，我们把这个从最低点起来这个图形给它画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先看一个大概的大周期的一个表达，然后再看它是不是要走一个月线的大中枢的离开。那么月线上，这是一个典型的月线中枢。你问的是周线级别中枢离开，对，因为它月线的这是比中枢，这都是比嘛，所以说这个中枢的级别是周线，所以说不知道你问的这个周线是不是只是周线比，但是它是一个月线的中枢，那么有希望这里是走离开 3.31 这里往上走，所以说其他的都是在做中枢震荡，对吧？那么现在这个 3.31 这里看能不能打，比较好的就是这个 MACD 也是从零轴起来的，对吧？也是从零轴杀起来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迹象。那么就关注一下 3.31 这里能不能够，这个力量一定要强，这样的话才能够脱离下面这个大中枢。所以说这就是在月线上，我们再看它的次级别。那么周线上表达的现在也是挺强的，尤其是本周这个往上突的这根 K 线。那么现在周线上也是 MACD 表达也很强，快门线的张口张得很大，对吧？我一直说看快门线MACD 的话，就是看这个快门线的张口张得大，说明动能强。但周线上也只是一笔，我们再看它的次级别有没有更多的这个结构。那么在日线上的话，也是一笔，日线上我们把这个结构给它高亮一下，就是这个高亮的这个结构在日线上这里有过回撤，但是都不够比呀。这个里的话，我看一下高低点，7.71，刚好这根 K 线破坏了，这里在次级别1小时上肯定是有结构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次级别的一个1、2、3、4、5，所以这个5就很强。所以你要有的话，当然可以继续拿了，因为它在表达强势的时候，你要走的时候或减的时候，就可以等待明确的信号。什么叫明确的信号呢？就是有明确的顶分型的时候，我再开始减都来得及。因为你这种卖呀，它现在是处在一个单边状态，就是小周期上，我们再看一下，可以看一下1小时上。1小时上它这里，之前也有过中枢，我们可以把1小时的中枢可以简单给它画一下。这里的话有过一次回落，前面的话都不够，应该是都不够。你回头的话可以自己仔细画一下。我们这里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简单把1小时的最后的给它画一下。这里有过一次回落，所以这里是有过一次1小时中枢的。然后再次到这里有过一个下上下，也有过一个1小时的中枢。所以它现在是1小时的这个第二个，按照我现在这个画的话，如果说下面这里不算中枢的话，那么就是在这里只有2个中枢，但是这个离开的特别强，对吧？大概率是要出现3个中枢再往上走，或者说呢这一笔的回撤比较深，它就构成了日线上一笔回落，那这个位置是一定要买的，因为它这个日线上这个回落的话，我们回到日线上，如果说这个日线上有一笔回落的话，还不能够回到下面这个大中枢里面来，那就是一个非常强的2、3买重合的。我们一直说这个2、3买重合的这种买点，宁可买错也要尝试，对吧？这个是宁可买错也要尝试的。如果说真的出现这种，所以说针对你的话，现在想要再进的话，那就是等待，比如说1小时上，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1小时。就是1小时上，或者其他人想进的话，1小时上给一笔回落的时候，这个可以进，因为这个的回落，针对这个最后这个中枢还是3买，它起码给你一笔这个反弹吧。无论这个再出高点也好，还是说只是一个浅的反弹，这都可以的。所以说不论怎样的话，是等待这个1小时给回落再进。
如果说是想出局的话，你也可以1小时出现顶分型了，我先减一点，或再卖一点也没有问题。你如果说有这个能力做这种1小时这个周期短差的话，也可以，对吧？但是无论怎么样的话，它大周期都是强的，你即使拿着不动的话，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因为它这个前期涨幅已经比较大了，如果说随便给个10%的回落，你这个能不能够承受得了？或者说你愿不愿意这种短期这么大的回撤，你能不能够想避开，还是说是可以继续拿？这个就是你的一个个人选择了。然后咱看一下这个一个叫于晶朋友问 AA 是问的这个吧？这个 Alico Cooper Corporation， 这个公司的话应该是美国铝业吧，一个我们之前好像看过，简单的看过它的大周期上，它是一个就是生产这个应该可口可乐的那些包装什么的都是买他们家公司的，还是说他们只是挖矿的铝土矿？具体的基本面的话，应该是一个老牌的一个工业公司，它是68年就有了上市了。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图形上，这里还出了一个低点，这是我们之前看过它的这个大周期上，就是这种老牌公司一直也没有脱离这个，这里有一个类似一个通道的一个状态，发现没有？在这个季度图上，还在这个通道下沿这个位置，还在通道下沿这个位置。那么如果说这里有结束的话，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有的话，就一般这种大公司，这个长期就是交易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公司，能够看到很长周期的这种，你就可以多看看大周期的。一般它这种大周期，它会给到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表达。那么比如说这种通道线，它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周线上，sorry， 这是季度图上的一个大的通道线，对吧？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通道线。那么它现在刚好是在这个通道线的下沿附近，或者说把这个往上拖一拖，刚好是在下沿附近。就这种它很难出现突破这个通道的时候，那么你就按照这个通道的也类似一个箱体，或者说类似一个中枢，你用这个中枢震荡的策略也可以的。上方或者说衰竭的时候减一减，下方你就不要去杀跌了，对吧？现在这个位置明显是有支撑了，这个类似一个通道线嘛。这个通道线在大周期上，周期越大，它的这个效果越强。周期越大，效果越强，因为你想要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个价格区间的话，是需要大量资金的。你像这个这么强势的上去，还是被砸回来了，对吧？所以说这种通道线在大周期上是比较好用的。那么现在就是看它从98跌到现在这个21，就这一段这一浪或这个趋势有没有结束？然后这个月线上是有过几次回撤，然后这个结构是相对的挺饱满了。我们再看看周线上有没有更多的。我们把这个其他的给清掉，我把这个月线上给它画一下。但是这个反弹是不够，那么我们把这个第一笔就画到这里，这个反弹也不够，所以说这个月线上现在是一二三段，非常好的一个一二三段，有希望出现一个月线的一个盘整背驰，因为这个又出了低点了，跟前面这个低点比较，然后你看它这个 MACD 也是弱了，对吧？跟前面一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了解这公司基本面的话，又想长期持有的话，可以埋伏一点，然后现在月线上这个底分型还没有出现，对吧？现在都有包含关系。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从47这里下来，就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够结束，我这里能不能够形成一个转折？这里能不能够形成一个转折？起码给到我一笔月线的，给我一笔反弹吧。这个反弹也是可以弱的，也是可以，比如说打到这个通道线的上面，甚至是直接走反向也可以，对吧？
至于它是选择1还是2还是3，没有人知道。你这个位置你必须要配仓位，你不能说我涨到这儿了我再去买它，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分析这个图形的意义，就是看它现在所处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它要结束在当下，比如说它这个下跌结构有没有可能结束了，是不是要走反向了？那么你就开始考虑要进场了。在这个周线上的话，看这个水印是周线，那么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但是算上包含这根 K 线的话是够一笔的，但是也不够明显，所以我们再降低一个周期看一下。像这种老牌的公司，它的这个震荡的话，就不能跟刚才那个AI 相关的比较了，对吧？它平时的震荡是不大的，你会发现。那么在这个日线上，它的结构就相对的挺清楚了。这里有一个中枢下来的，你只要把这个中枢找到的话，它再分析起来就不难了。那么再次上去，然后还给了一个小三脉转二买，这是一个典型的三脉转二买的一个模型。这个二买你有没有进？就是说在复盘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它的这个模型，就是说这种你有没有在这种二买的当下进，对吧？你不能说啊，你马后炮这个位置肯定都知道这个位置进，这个位置进，但是你在当下的时候能不能够进得去？那么现在又开始在做这个，可以是这里又在做这个反向的，有希望出现一个反向中枢了。为什么我说我刚才在月线上看这个位置就可以要埋伏一点，或者说要进一点仓位的原因，就是它现在不出低点了，你发现没有？你看前面是一直出低点，这是下跌比前面的低点低，再次下跌又比前面的低点低，然后高点的话是一直出低点，这个是前面的高点比前面的高点低，这个高点又比前面的高点低，这个高点又比前面的高点低，看到没有？都是低点出新低，高点慢慢的也出低点，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模式，到了这个位置相反了，怎么相反呢？这是最低点，然后呢，我每次回档的时候发现没出低点，它的低点是在慢慢抬高的，看到没有？高点的话也是，这里是它的一个小高点，然后再次打一个高点出来，所以这里还可以期待它再次把前面这个小高点打掉。按照这种，如果说它能按照这种节奏走的话，对吧？所以这个位置你也要开始进仓位了。那么，因为这个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日线这个周期的，所以说你就配置一下相应的，而且它这个 MACD 表达也不错，上到这个0轴以上来，然后在0轴以上如果说能起来的话，那起码可以再次突破这个高点，看能够顶到这个120天或200天这两个30附近吧，对吧？上去之后再看它的力度，如果说这个力度很强的话，比这个进入段明显的强，那就恭喜你了，它可以走离开了，它可以完全在上面再做出来一个中枢，然后打一个高点，再结束整个的这个。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呢？这个结构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周线上那个，应该是月线上这一笔，我们说嘛，月线上它是有一个大的这个通道的，它可以就是月线上这笔直接到45，它的整个这个空间的这个通道的区间大概在1%，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对吧？如果说你有功夫跟它耗的话，这种它平时的震荡是比较小的，你起码得有功夫或有耐心去持有它。你如果拿它做短线的话，你是很难拿得住的，毕竟它每天的震荡都非常小，可能都小于1%。像最近才有一个3点多，这有一个3点几，那它的震荡相对其他 AI 的股票肯定是震荡小的，能不能拿得住就看你自己的耐心了。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个 share 的朋友问这个 Sophie， 这公司我们之前好像也大概看过。Sophie 这公司的话，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它的这个基本面。它应该是做什么呢？就是应该是做一个财经跟这个财经相关的。就是个人和金融科技公司，主要金融的业务是这个提供全面的数字金融服务。它的核心业务有这个，它也放贷，
它也给这个个人啦、学生再融资，学生贷款呢、房屋那个贷款，这是它跟那个放贷方面的，还有这个一些金融服务，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个人理财管理啥的，理财管理工具，它也有这玩意儿。当然了，它主要其实这个优势就是它是一个一站式的一个金融服务，然后它的使用起来可能比较方便，而且它也有银行的牌照，它是有银行牌照的，这个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很多这个金融行业，它是金融行业的公司，它是没有那个银行牌照的，它是有银行牌照的。那么当然了，它的主要对手还是那些大的这个传统的银行，比如说摩根大通了、美国银行，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那个竞争对手。那么像其他的，比如说那个Square、PayPal 啦、Robinhood，这也是其实也是 Sophie 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都有，因为它现在业务比较宽一点，涵盖的比较大，所以说它的竞争对手也是各个行业的都有。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的，从这个4.24起来之后，这段的回落也是跟其他的差不多。月线上这笔回落，因为川普的原因，一个大幅的回落之后，并不够月线回落一笔，对吧？只有4个月。但是呢，如果说从这个次高点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次高点的价格，17.19。如果说从17.19这个月算的话，它是回落是够一笔的，发现没有？因为在尤其是周期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多异性。因为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就是在我画笔的时候，我画这个中枢的时候都是用笔画的，笔和线段是有区别的，三笔是构成一个线段，对吧？那么缠论里面线段的定义就是3笔构成线段，但是不是一定要从这个相对的这个高点到最低点，你也是可以从高点到次低点，这个也是一笔，前面这个也是一笔。所以说，如果说我用次高点到最低点画成一笔的话，也满足定义，尤其是在你的周期比较大的时候。但是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比较小的时候，是1分钟、5分钟的时候，就不要这么那个画了。它的好处就是，原因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里就是有一个中枢了嘛，对吧？这里是有一笔回落的，你先把它当成一笔回落的话，这里其实是有一个中枢的。我们先假设这样的话，那么这里其实就是在走这个月线中枢的离开，对吧？你要走月线中枢离开的话，那你就因为有一个中枢的话，我就好比较它的进入段跟离开段。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这个工具就这么测一下，看它这个离开能不能够起码先冲到16，冲到16的话，这样的话这就是这个中枢的离开、进入跟离开的这个空间是一致的。强的话，当然你肯定是要往上走，取20了。这就是我们在大周期上，你在这个计划你的交易的时候，它起码先冲到16吧。你如果说在这个位置进了，先看到16之后，再看它后面的一个力度。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次级别，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那么次级别这里也是构成了周线的一笔了，已经。14.78最高点就是8.6到14.78，这里也是构成了周线的一笔。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把这个8.6这里隔开，我现在只关注8.6右侧这些，它能不能够衍生出我们刚才说那个月线上上涨的一笔？现在看的周期还是才日线上，对吧？那就只有一个1、2、3段。日线上只有1、2、3段，那就看这个3的生长，这个第3段的生长能不能够快速往上走，还是说这里是因为也到了这个前面的小高点了，是不是在这里要震一震，做中枢之后再往上走，对吧？那么现在的关注重点就是这个3，日线上的第3段，12.74到14.32，对吧？就是看这段的生长能不能够，因为想要不被持的话，那一定要力度非常强，才可以跟这个前面这段这个1和3比较的话，它3就不容易被持。
如果说没有这个一的力度强，它就很容易被吃，那就会回来，在这里做中枢之后再上也可以。所以说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3的生长能不能够快速上去。但是现在看日线上的话，它这里有太多的并排的 K 线了，说明它的小周期走的相对是比较纠结的。今天是出了一点力度，涨了5.94%，应该是有什么消息刺激。好的，我们看一下它的1小时。那么1小时上，这里是有过一个1小时的中枢。现在这个1小时上这个离开力度挺好的，就是这个离开的，这个力度现在是不错的。这是它1小时中枢在做中枢震荡。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1小时上能不能够结束呢？先看一下它的这个，现在是已经突破了等比例了。所以说在1小时上，尤其今天这个表达是非常强的，突破了13.97，就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它的中枢的震，然后今天离开之前还是在踩了一下200均线。所以你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力度不能够太衰落的太厉害。它如果说一直能维持在14以上的话，那就有希望在这里再做出来第2个中枢。这是第一个1小时的 A， 在这里做出来1小时的 B 之后，看它能不能够这样以这种方式再结束日线上的一笔。那么结束之后，你就要关注它前面这个高点了。如果说出了2个中枢，如果说这里再出一个中枢，除了2个中枢都不能够突破这个14.98的话，那你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卖，因为它是还没有前面那个力度强，它就可以结束了，可以再次回来，在这里做一个大中枢，然后再看它能不能起，对吧？所以说你就先关注1小时它具体怎么生长。如果说这个现在虽然说是在这个14以上，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直播之后它又下来了，比如说又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那就是非常弱了，对吧？那就直接就可以完成这一笔，就可以这样结束了，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带中枢了，有进入段，有离开段。不是每一个结构都需要2个中枢的，一定是要根据当下走势的这个表达，这个表达强，那就有希望在这里做出来第2个中枢。如果说这个上去了，然后又被砸回来了，那就没有第2个中枢了呀，对吧？就是不要默认为每一个走势类型都需要2个中枢，不是的，一定是跟当下的这个力度表达。好的，这是对这个 Sophie 这个Sophie 这个公司的图形，我们做这么多的一个分析。我们往下看，这个苏珊问Reddit。日线还可以，小时在调整，但弱，需要减仓吗？这个我们之前问那个你问的时候，好像是忘了是在这个位置还是在这个位置啊？我当时比较悲观的，我觉得应该是去跌破81，但是呢，我们说你问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下，我们还好像当时还看了一下这个次级别，我们当时说它的次级别已经有相对饱满的结构了，说等一个反弹之后，你再减一减仓，再出来，就不需要去割肉。它确实给了一个反弹，但是这个反弹也是，这个小步慢爬的这种往上走，所以说还是比较有韧劲儿的。所以啊，任何的预测都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个任何的这个价格空间，你只能够说一点点跟踪它。这就是我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那个选好了标的之后长期做。单纯的做短线其实意义并不大，你会发现你这个做短线是爽，觉得这个短期的这种赚那种快钱好像是爽，但长期下来的话，那点钱真的是不够你当功夫的。所以说还是要选择好标的之后长期跟，你这样的话才能够不至于追涨杀跌。很多人做短线的唯一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很容易追涨杀跌。如果说你在控制不好止损的话，你就很容易，比如说仓位在配置不好的话，很容易造成很大的损失，然后又不舍得割，又不舍得认错，那你就连你想搏回来的那个机会都没有了，对吧？所以说一定不要单纯的做短线。如果说你不是为了练习的话，
那么这个Reddit 在周线上的话，它之前是出现过一个周线顶分型，但是出现顶分型不是说立刻马上要回撤一笔，它也是可以在它的次级别有一个反弹，次级别有一个二卖之后再下来也可以的，它也可以再次跌破这个94.89，所以说在周线上的话，它相当于这里是有一个类似一个中阴段，它没有方向，在这个周期上是没有方向的，在周线上。它想要出现方向的话，就是要么是再次突破130.1，要么是再次跌破94.89，这样的话它就有方向了。就是要突破的话，就是延续，就是前面这个上涨延续。如果说跌破94.84的话，就是这个下跌出现新的一笔了，对吧？但是在周线上它是没有方向的。我们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日线上它现在其实是出现了3段，从这个最低点它是出现了3段。那么这3笔也是，你说它这个日线还可以，小时在调整，比较弱，对吧？这个观察是对的，因为它这段它这个小周期里面它是已经起码有2个中枢了，或者说30分钟上可能有2个中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里要减一下，它是减一减仓是没有问题的。它又到了这个200天，对吧？前面这里也是200天，这里就没有突破上去，到了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它出现了一个谨慎的状态。那么在1小时上，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2次回落，所以1小时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对吧？那么这是1小时离开跟这个进入的话，明显是弱嘛，现在它可能会再砸回来，所以说你可以减一减1小时上，减一减之后看它能不能够回到中枢里面来，比如说踩一脚这个200均线，或者说是120小时均线，这样的话看它现在这个中枢只是由3笔构成。这是一个1、2、3笔，它也可以是5笔，也可以是7笔，也可以是9笔，对吧？哪一笔打出去能够有力度的强的时候，你才能够多拿。但是你不知道啊，你只能是在每一个回落的时候去进场，这就是一个中枢震荡，或者说叫箱体震荡、区间震荡都可以。所以它现在表达弱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它虽然说回来了，但是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就是3买。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我现在这个出现顶分型了，我说我假设它这里回来是出现3买，我就不操作不应对，那这是不对的。你是相当于预测了，你说你预测它出现这种情况，你不应对。有一种情况你是可以不应对，就是说我能承受它回来，我就坐电梯没有关系，对吧？我就宁可它回来了我再加。那这样的话，相当于你的仓位配置就有问题了。高位没有减，你下面又加仓，相当于这个是错配的，所以说你相当于你的仓位会越来越大。虽然说我们这个周期是1小时的，但是如果说你这种习惯一旦养成的话，其实你是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你会在不知觉的情况下，你就用这种方法的话，这个是现在看可能没有什么问题，等到你交易时间长了之后，你一直用这种方法，你相当于节奏没踩对，该减的地方没减，然后下来之后猛加。它到这里不一定说我到这里就一定要上去的，它可以直接往下走的。你相当于这个位置就是应对错了呀。如果说你在上面减了的话，你再加回来，起码也比你一点都没减的强。如果说它是往下走的话，晓得吧？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出现了情况就要应对，而不是等它去确认。这是针对这个 Reddit。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减完之后，它这里日线上如果说这里结束之后可以再下来，也可以是在日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然后再上去。所以说这个81.01，这就是走这个向上的反向走势类型的这个进场的依据。只要81.1不能够跌破的话，它就有这种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周线上看过，它这个反弹是偏弱的。就是从230跌到81，然后这里已经有过一次周线上的一笔反弹了，它连这个最低点都没有碰到，对吧？所以说我们当时是说它弱。如果说你发现在日线上这个反弹也能够突破130.1，但是呢也只能够到什么138或155，还是上不去的话，那还是二卖，还是周线上的二卖。就整体来讲，你就利用这个周线和日线2个周期，
可以再结合一下1小时，也可以做短差。那整体来讲，现在它这个图形是偏弱的。然后再往下看，丽丽朋友问这个 NIBS 是吧？是这个公司吗？NIBS 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 NIBS，请确认一下。我们可以先看你问的这个 GME GameStop 现在能进吗？呃呃，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之前我做直播的时候，也是有过一个不常来的人，不常来的朋友问了过一次，然后我们当时简单的分析过。这个 GME 的话，这是9.95，是这波的起涨，也是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嘛。然后他当时问的时候，刚好是到了这个中枢上沿的位置，他在这个地方问的，而且他当时好像也是做多，那冲到这个位置了。对吧？那你就要看一下这个它的次级别20.73上涨的这段，现在周线上也没有出现顶分型，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日线上，日线上也是，这里是有一次回落，然后这个回落的话是不够一笔的，所以说是一个123。我们先看一下这3段的这个空间，当时它是在33.18，有一天是在33.18，然后之后一个冲高回落又砸下来了，说明这个33.18这个当时是压力有起效了。那么现在它没有再次跌破这个位置，它需要跌破29.19的话，这个回落才够一笔。跌破它还不能够碰到28.25的话，就会有一个5啊，1、2、3、4、5。如果说要跌到这里的话，那就可能要踩一下这个120天了。但是这公司好像马上又出财报了，6月10号盘后要出财报，所以说你现在要进的话，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做它吧？先问自己有没有能力能够承受，比如说5月28号这一天跌了10%，然后5月29号这天跌了5%，你有没有能够承受一天跌5%、10%的这种能力，你就可以做它，对吧？这个其实你只要有止损的策略，有这个仓位的一个配置，知道该配多少仓，什么片都无所谓。你无论是妖股还是说大盘股、大白马都能做，前提是你能够处理这个出场。针对其实很多小片的话，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它的出场，你不能够做到手起刀落，出现亏损或者说判断错误的话，能够出的场。很多人是能进不能出，这是最大的问题。你能不能够应对得了这种大范围回落的时候能够出得来，对吧？能够过这关的话，什么片都能进。所以说，在日线上的话，现在起码没有它进的依据，起码要跌破这个位置之后再看。跌破之后，如果说走得很强的话，那就不能进了，那可能要去踩一下这些均线之后，那踩完之后可能就等到这个财报了。所以说呀，这个如果说你只是短炒的话，那你就可以看看短周期的；如果说想长期拿的话，那就需要有点耐心了。再看他问的这个 NBS，这也是我们之前应该简单的分析过这个公司。我们看一下这公司是做什么的。那么这个图形的话是我们之前画的，我们把这个稍微清一下。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的。这公司是一个什么公司呢？它是一个专注于为全球人工智能行业构建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科技公司。它也是有一个平台，
那么它提供一些这个从硬件，比如说 GPU 集群到软件，像这个云平台啊、开发工具的一个完全解决方案。它简化了客户的 AI 开发和部署流程。这个公司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对吧？起码但是呢，这是一家欧洲公司，这是一个欧洲公司，但是也在这个纳斯达克上市。但是呢，它这个竞争对手有这个亚马逊的云、微软的云、谷歌的云，都是它的这个竞争对手。还有这个最近比较火的这个 Core Wave，就是这个这是应该是这么写的吧？CRWA，这是这个英伟达的亲儿子，英伟达投资的，他最近涨得是特别猛。他跟这个你问的这个 NBIS，他俩是竞争对手。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简单说了一下它的基本面，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14.11这个位置没有跌破最前面的最低点，这个没有跌破前面那个最低点，对吧？所以说它其实在月线上的话，它还是有这么月线的这么一个中枢的。我们以最低点这个划分。那么在月线上，我看一下它的季度上有没有这个回落，回落是不够，这也不够，所以说其实是月线这个大中枢的一个中枢震荡，这是它的这个中枢。这是它月线的一个大中枢。那么其实它没有脱离，虽然说从这个上去这个好像很强，但是没想到直接一个微转又砸回来了，对吧？这是它这个月线上的这个中枢。那么现在有希望再次突破这个小高点50.87，因为这个月线上这一笔啊已经够一笔了，这是够一笔的，因为它这个回落是不够一笔的，对吧？所以说也是一个类似一个中阴段，你要么是突破50.8987，那就是14.11的一个上涨延续；要么是跌破18.31，就是这个下跌出现一笔。那现在更可能的是再次突破50.87。我们看一下这些的 K 线的一个结构，因为它跟刚才我们看那个英伟达那个投资那个Core Wave，他们那个也是单边的厉害，可能也是他们整个板块的一个带动的一个情况。那么周线上是三笔了，周线上出现三笔，对吧？你出现三笔，其实分析跟我们刚才你问的那个，我们刚才说了好多，像那个Reddit，还有那个Sophia，都是三笔的情况出现之后，然后我们怎么来分析嘛，对吧？这个三出现三的时候，它是可以是一个弱的反弹，也可以是强的，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弱的，对吧？其实就是两种情况，要么是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对，还有一种就是突破这个高点，但是不够强，就这三种情况，这就是1、2、3这三种情况。但是呢，你在当下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是不能够知道，你是不能够预测它是1还是2还是3，你只能在这个位置配仓位。出现了哪种情况，我再看。到了1这个位置，它上涨的很弱的时候，我就要减。如果说连前面这个高点都不能够突破的话，那肯定是弱呀，对吧？如果说出现了2这种情况，它突破了前面的小高点，但是呢，又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就三段了嘛。盘整背驰我也要减，只有这个3的情况的时候，没背驰，我才能继续拿，对吧？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这或者叫 A0起点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它是出现1还是出现2还是出现3，你只能先买一点，以这个作为你的防守，你进场的依据就是它这里要走再有一笔的上涨，所以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预测这个3。那么现在它已经到了这个50.87，也就是前面这个高点这里了，但是现在今天这个表达是强的，涨了30%，对吧？今天一天涨了30%，可能是受到这是5月20号
因为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本周哦，不是今天，本周涨了31%，跟那个 Core Wave 那不一样吗？它那个 Core Wave 也涨得可能比它还多。那么又到了前面这个高点这个附近了，在这个周期上就看它是不是能不能够突破5087，突破之后看力度是强的还是弱的。但是现在因为周期是大的，你在这个现在当下的话是没有办法分析它的，所以要降低一下周期，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的结构够不够饱满，还是说走得非常凌厉，是这种浪形的模式，对吧？这就是我们要看次级别了。次级别这里有过几次回落，但是都不构成 B。这里都是小周期上有一个二买，这也是有过一次回落。那么1小时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然后这里也有过2次回落，这里也有一个小中枢。但是呢，它是这个离开的相对还挺强。MACD 现在已经有点要背了这个状态了，你发现没有？快慢线。还有这个 MACD 的柱子面积啊，都有点要背，所以这个位置不要追了。虽然说今天是涨了22.65%，但是可能盘子比较小，它随时能打回来。首先不要追，有的话可以继续拿一拿，因为这个的力度是强的。也就是说，它在1小时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1小时上那个小的离开的力度是强的。我们刚才说过，下面这里是有过一个1小时的中枢。它其实这里是可以有3个中枢，这里也可以有一个，所以说为什么它强呢？这是一个升级的中枢了，这是升级之后的 A 撇，然后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新的 A， 但是这个中枢呢可以是一个 B 中的 A， 这是为什么它这段强的原因，因为它是走小 B 段，就是 B 中的 B， 它走 B 中的 B 段，因为前面是一个升级之后的一个中枢，它这个级别是大的，你们2次回落还是3买，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它现在这段走的强，因为它走的是 B 中 B， 也就是3浪3。所以说有的话可以继续拿，没有的话别追。为什么呢？因为它随时可以回来。针对这个的话，你要进的话是买这个位置，买3买之后再看。那分析方法还是一样，能不能够出现高点，不出现高点怎样？是在这里做中枢，还是说是出现高点能够继续往上拉升，对吧？所以首先不要追，可以不着急卖，就是它的力度表达强。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因为还有点时间，我们到12点半结束。看这个特斯拉，这个秦朋友问找机会买点。特斯拉的话也是，我最近也在看它，因为我忘了是周2的时候还是这什么时候。好像是有一朋友当时忘了谁了，好像是 Shirley 吧，他问是不是你？你问当时说是特斯拉好像是要在6月多少号，12号还是多少号要出这个 Robotaxi 吧，然后在这个 Austin， 好像是当时说要在能不能够拿到6月12号还是多少号，就是他要在 Austin 做这个 Robotaxi 这个事儿。当然，我们当时说，并不知道这个特斯拉或者说马斯克深度了参与这个美国政治，然后最近，尤其是这2天，又是跟这个川普的这个叫什么a big a beautiful bill 一个大而美的法案。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采访，说是你可以大，也可以美，但是你没有办法兼得。你可以是一个大法案，你也可以是一个漂亮法案，但是你不能是一个既大又美的法案。这是忘了是一个采访的记者说的还是谁说的。那么那个马斯克的话，就对这个，尤其最近在 Twitter 上持续的发文，频繁的发文，来这个攻击这个法案，因为这个法案的让他这个预算特别大，因为马斯克和他的这个之前这个部门。效能部门都做了那么多努力，为了削减这个预算，做了那么多努力，现在全都被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全给毁了。那马斯克肯定不爽啊，对吧？所以他现在开始在发文，这个推文，让大家来这个反对这个通过它。所以说他现在跟川普的蜜月期基本上结束了，开始又要这个 face off 了，是不是有点 face off 的意思？但是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跌。
跌了5.多%。那么但是永远不要低估马斯克这个人的能量。我们先看一下图形，它在周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顶分型了，周线上已经出现一个非常强的顶分型。顶分型它也有强弱区分，这两个顶分型是有区别的，这就是一个弱的顶分型，这就是一个强的顶分型。这是区别在就是第三元素，因为顶底分型都有3元素嘛，就是第一根 K 线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如果第三元素突破了第一元素的低点，那么这个顶分型就是强顶分；如果说没有突破，就是弱顶分。强弱区别是有什么指向性呢？就是强顶分它更容易形成回撤一笔，但是没有100%的对应性，只是概率比较大，所以说，出现强顶分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对吧？任何有反弹的时候，可能要先减仓，就是它的次级别有反弹的时候，可能要减一减，看看是不是要再下来，甚至是它不给你减仓的机会，直接就往下砸，也可以啊，对吧？它可以先砸下来，然后再起来。那如果说砸下来的话，那就深了，那可能去这个200周和120周了，对吧？那可能是到290、什么270、280去了，那就深了。就是出现这种强顶分的时候，我们要相对的谨慎一点了。无论它这个基本面是什么，就是6月12号还是多少，6月20号，这个在奥斯汀这个 Robotaxi 这个事儿。那么这就是这些 K 线在周线上是那个强顶分，现在日线上已经回落一笔了，而且它今天还跌破了120天均线，看到没有？今天是跌破了120天均线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一定要小心点。而且今天还有个缺口，今天还有一个跳空缺口，这个缺口还没有被补上来。所以说，你想要这个找机会买的话，等它跌稳，首先要等它跌稳。那么如果说按照这个214这个起涨的话，它也是可以是一个4的延续，这是一个1、2、3、4浪延续。那下面马上要到200天了，200天均线这里在300附近吧。它等它踩一脚200天均线之后，看能不能企稳，踩到这里弹一下，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二卖这个位置要先减仓或者先出来，因为它完全是可以再次跌破这个位置，形成一个1、2、3段的时候，那么这个位置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周线上那个回落，这个位置可以在仓位再加一点，对吧？因为它现在势能下降的势能是比较重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这5、6天，然后以这个3、6、7分开，然后现在正好是一个1、2、3段。其实吧，它这里是有中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这个反弹是有一个弱的反弹，尤其是在昨天，这里其实是有一笔的，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了。因为经过包含处理之后，这有2根 K 线包含处理是不够一笔，但是如果说用递归的话是有一笔的，所以而且这个反弹非常弱，是一个明显的2次确认，这是第1次确认，这是第2次确认，对吧？然后构成了这么一个中枢。然后这个我们再看这个离开段，先比较一下，应该现在还没到等比例呢，是在0.618。对吧？你起码等到300吧，300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的位置，看它到300附近的时候能不能够撑得住。如果说300跌破了，那就更要耐心等了，因为这是没背驰啊，就是这个中枢的进入段跟离开段没有背驰，它可以在下面在这里做中枢，再做一个中枢之后，整个结束这个，那就深了，对吧？就是说，要进的话，先也不要着急，到300附近，这里的话起码给弹一次，可以做这一段。如果说强的话，直接就走反向也可以。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个位置可以尝试，300附近可以尝试。但是目前的话，现在如果说它0.618这里直接弹起来的话，那就看它能不能够回去，对吧？但是目前我个人的倾向是，起码要踩一下这个等比例的位置，再有机会。好的，这是这个特斯拉，刚好时间也到了，虽然说下面还有不少朋友们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办法这个回复了，因为我明天是9点半，明天我们是9点半开盘，我就可以做这个直播，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提问的话，明天可以早一点来，这样的话我可以更提前的分析到。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一个参与。